哇，场面好壮观哦！大家好久不见，我们都是老朋友，然后今天在这里相聚。谢谢大家百忙之中跑来这里，然后跟我们一起共进午餐。我想今天是一个很轻松的聚会啊，就像老朋友，然后来这边吃一个午餐聊聊天这样子，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什么开课啊，然后或者讲习啊，或者什么。那当然，大家远道而来，不会让大家空手而回啦，也会在能量上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让各位能够敬意或者能够感受的一些流程这样子。那我们提供的那个小礼物啊，其实是一个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工具，对于大家灵性上面的成长，或者冥想啊，或者打通脉轮啊，这些会有一个很棒的作用。很高兴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好感动哦，真的是很开心。跟大家打招呼。台下好多颗西瓜。今天大家在这里是一个很特殊的聚会，因为说实在的，大家都不是不是很普通的人，可以这么说。今天在这里聚会，整个能量非常的不同，非常的特别，然后震荡非常的大。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是因为大家在这里相聚，很难得在地球，然后在这个时刻，我们在这里能够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之后慢慢会持续，大家会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带领这个让地球能够很快的扬升，这也是我们在这边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这一辈子来这边，来地球，来这个地方，来这个修罗训练场、修罗游戏场。到底是来干嘛的？不是像我们这样，或许我们过去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再进行我们的人生故事，然后一直到现在，最近可能看了一些我们的影片啊，然后或者你们感觉到人生在最近有一些改变，那是因为有某一些过程已经在做跳跃式的改变。那你们其实不是来这边进行这些人生故事的，人生故事其实它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意义。而且说实在，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搞不好还比不上电影或者连续剧来的精彩。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那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意识，我们能够察觉到一切的这个意识来到这个地球，然后在这里存在在这里。我们到底是来干嘛的？其实我们不是来度日子的，我们不是来进行这些人生故事的，那些其实是其次的。在故事背后，我们影片都有说过，故事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有一个真实的我们。我们是来体验这个的。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没有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然后被教育，然后被灌输许多的概念，然后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做什么，要干嘛，然后一直活到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些剧本，然后被编好了，然后我们就走，一直走到现在。我们的人生，我们很辉煌，很庞大，然后很宽阔的意识，拿来过这个小小的人生故事，其实是蛮浪费的。那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坐在这里，才会聚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相聚的一个原因。我不是来让大家看一些
学习的影片。其实我们的影片它不是一个教学影片，也不是在学什么东西，学那些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都还是一个故事而已。比如说我学开启第三眼，我学脉轮调整，或者脉轮净化，或者学到一些灵性的技巧，这些东西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它就像一个游戏一样。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学到一些不同的技能，然后开过一些不同的场景，然后能够愉快的玩，它只是这样子而已，它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很难得，我简短的先跟大家聊聊天，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分享，然后也会有能量的带领。因为今天的能量真的是非常棒，我觉得带起来一定会很开心，感觉会很喜悦。大家的能量都比我预期的还要更好、更庞大、更高，真的是很开心。那待会各位就先享用午餐，那之后我们会有进一步的分享跟带领，谢谢大家。出菜了吗？还没有。没有猜，再猜一个。大家还没有。你刚刚讲了啥？小乔说的话。嗨，我也爱你们。没有啊，穿得很普通啊。小乔比较漂亮，我说穿得很简单这样。很像那个参加那个嘉年华晚会那种感觉。我一向对衣着就比较简单这样，那小乔就会就是想说戴这个面具嘛。你的面具也比我好看，我的墨子就是简单，其实墨子好简单。对呀、大家不要想说哦墨子不简单，其实完全错了，墨子好简单。对啊。就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就是平常没什么想法，然后呆呆的这样，然后感觉很舒服、很圆满，就这样子过日子，没有说很特别，不是大家想说，哎，墨子是不是没事就什么腾云驾雾啊？然后没有，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幸福或者圆满，在那个很简单的里面，你就可以找到。就往往我们会被生活中很多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去盖住我们原本就有的幸福。我们只要单纯的不要去想太多，然后安顿下来，在这个当下，然后好好去感觉当下已经有的圆满，就会活得很开心。那我们有讲过，在显化法则里面，最重要就是振动频率。这个世界一直教育都搞反了，就是搞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说我们要达成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才会感受到什么。比如说我拥有了什么，然后我就会很愉快，我就会很开心啊，我就会感觉到幸福。比如说我拥有我的梦寐以求的房子，那我有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幸福。这个世界其实，在显化法则来说，正好是倒反的。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一直活不出他想要的生活？能不能够随心所欲、心想事成？不能显化原因到底在哪里？就是把流程搞反了。其实真正的流程是我们当下是什么存在的频率，我们就会显化出什么样的外境回到我们身上。这个是一个在显化法则里面最重要的观念。只要我们把持住这个观念，其实显化法则你就已经非常能够融会贯通了。这个观念就是说，我当下处在什么样的频率，我就会显化什么样的外境回到身上去证明我的存在。
什么样的外境，其实让我们看，只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在有什么存在的一个频率。那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境遇，遇到好的事情、坏的事情，然后遇到什么，甚至是中了乐透头彩，这些到底是怎么来的？它都是忠实反映我们内在有什么频率，有什么信念，有什么感觉。信念就会引发我们的感觉，然后感觉就会让我们的频率改变。什么样的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频率？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果有去照那些什么克里安照相机啊、气场照啊那些，你就会发现，我处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感觉的时候去拍颜色就会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振动频率随着我们的感受在改变，所以感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那感受到底怎么来的？感受其实是根据我们的信念而来的，就是我们此刻当下有什么信念，我们就有什么感觉。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的振动频率就会调整到哪一个频率。那么这个频率，它就会去显化出一个外境，下一次在某一个时刻回来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遇到的事情，都跟我们自己的信念息息相关。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碰到什么事只是我倒霉。不是跟我没关系，其实都跟我们内在的信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调整我们的想法、信念，然后并且让它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并且相信，然后你就会在生活里面能够如鱼得水的开展你所想要的。这个就是显化法则的一个重点：振动频率、振动频率、振动频率。处在什么频率，就会显化什么外境，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吃饭。墨子肚子也有点饿了。你看墨子的身材就知道墨子很爱吃啊，然后很容易饿啊。其实很容易饿是正常的，就是需要很多的能量。我们能量的来源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用气去吸引能量。然后我们吃食物，然后食物分解之后，把它转化成能量，然后供给我们身体。那其实我们的身体需要的就是能量。当然有人就他的活动力降低，然后用一些方式让自己不再需要食物，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但是墨子需要一些活动，那也比如说各位在看那个治疗的影片啊等等的时候，其实我是会用到一些能量，那所以我需要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补充能量，除了冥想啊，或者安静啊，然后或者观想啊，或者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吃点东西，这也是我一个很主要的方式来源。所以我现在要去吸取能量，大家也我们来吸取能量吧。来吃啊，不要客气啊。我的好朋友 Noah， 他是一个歌手。他现在为各位献唱一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还继续吃，轻松做，谢谢。大家好，我叫Noah，然后很高兴受邀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歌曲。对，因为我算是人生宗旨吧，我就是希望让音乐简单，然后快乐，可以传递一些美好的能量，让大家可以去享受它。那今天带来的歌曲是邓紫棋的《后会无期》。我觉得它是一首能量蛮高的歌啦，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在这个餐会上可以好好的享受它，对，那就轻轻松松的，然后大家就也不用看我们就继续吃就好，好，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小乔跟墨子回到台上。大家继续轻松的吃着，我只是上来习惯一下这个位置而已。大家继续吃。对啊，其实今天就是轻松啊，不用太严肃这样。就像聊天一样，大家都是老朋友这样。老朋友，这老朋友不是这一辈子的老朋友，可能是很多辈子的老朋友。我们都是很好的老朋友，今天能够在这边一起相聚，在这边吃饭，真的很开心。你们说什么？今天好幸福。今天好幸福，我也这么觉得。我们也好幸福，大家都好幸福。就平常拍影片的时候都偶尔有时候话很多，那今天看觉得好开心哦，感觉大家都好有爱，就非常的喜悦，就喜悦到就没话讲了这样，就常会比较安静一点这样，就是能静能动啊，这种时候最适合享受当下，就好棒哦。其实有时候讲话不一定要讲话，也不一定要思考，然后就处在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很圆满的感觉里面。就像现在，其实大家一边吃着，一边感觉现场的氛围、现场的能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啊。小乔今天太安静了，能量保持得很高，然后都没什么话讲，这样。就不一定要讲话。可是大家就是要听我们讲话。大家就是要听我们讲话。你不讲话那，好吧。那我也不讲话。其实真的不一定要讲话。对啊。可能在某一个当下，然后墨子就完全不解释，然后大家也可以完全不解释，然后就处在不解释的氛围里面，这是一个最棒的事情。其实我们平常都太多思考了，就是整天都有想不完的事情，脑袋一直跑。我以前都一直觉得这个脑袋，有一阵子我就觉得这个脑袋很烦，就是如果他是我一个朋友的话，早就被我海扁一顿这样。因为他一直在我脑袋里面，然后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看那个什么啊，你做这个干嘛？你今天为什么不怎样呢？你怎样怎样啊？不行啊，你不要这样啊！一直念一直念。在以前我也是这样经历过来，就是我的脑袋早上醒来，然后他就开始讲话。今天天气真好，不错，应该出去走走啊，但是不行啊，要干嘛？要有工作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吵，一直吵。如果他是一个室友或什么，真的是很想海扁他一个，就是别叫他不要再吵了。脑袋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他讲了一辈子的话，然后我们看他讲了一辈子的话，我们也听他说，我们也照他说的去做很多的事情。这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听他的，然后也不能够叫他不要再说了这样。但是其实叫他不要说，他还是会一直说，其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当他说什么你都不理他，大家听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脑袋一直说话，叫我们去东，叫我们去西，叫我们做这个，叫我们想那个。我们听着他的声音就好，我们都不要理他。我们试着花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不管我们脑袋说什么，我们都不理他。如果各位有经历这样的过程你们很快就可以从脑袋这种喋喋不休的状态里面解脱出来。就是当你真的是决定不理他，然后都不管他的时候，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奇怪啊，我怎么都没有用，我怎么讲你都不理我，算了啦，不讲，懒得讲。你会来到一个时刻，
没声音了，脑袋里面那个声音突然停了，你就会发现，当它停止的时候，在脑袋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我们生命存在的真实的状态，你就很容易去看到。当然，这还不是一个最后的阶段，它不会导致你开悟，但是你会从脑袋喋喋不休里面解脱出来。那开悟待会会详细来讲。开悟就是我们说不解释嘛，就是脑袋虽然它不讲话，即使它停下来了，但是你看到事情，你还会有认知，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哇，眼前有什么啊？我现在在典华的6楼，然后参加着聚会，我眼睛看出去，然后我就有了一个解释。真的开悟，我要跳出这些解释，就连我们现在坐在这边，我们都不能够对目前的眼前的现象有解释，才真的能跳出来。当然，我们现在轻松的吃饭，没有要在这个当下开悟。但是待会在聊一些开悟的事情的时候，或许各位可以想想看，感受看看，不解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想吃水果，各位请稍等一下，我下去吃2片西瓜再上来。我也好想吃。大家都吃饱了吗？吃饱了。吃饱，我们先来聊聊天。然后，因为刚吃饱，如果去运作能量的话，会对肠胃比较不好，所以稍微再等一下，过一段时间再来做一些引导。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聊一下天，聊聊墨子到底经历过什么，然后墨子为什么会今天跑出来跟大家聊天，然后拍影片啊，然后分享这些讯息，然后讲一些开悟的讯息啊，这些过程是怎么来的？那墨子到底有经历了什么，体会了什么？我们来聊天聊一聊。我大概在当兵之前，然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但是我从小就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常常会做同样一个梦，然后梦到一个很大的像转盘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好像在宇宙中飞行，然后看到那个转盘，然后没有转那么快，是慢慢的转这样，然后很大一个像一个太空站一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偏偏又有好几个入口的那种感觉，这样。那我每次做同样一个梦，然后我飞过去，然后靠近那个转轮的时候，那我就会被吸进去。然后一吸进去，我感觉奇怪，我就好像诞生了这样，我就入胎了那种感觉，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从小就常常做同一个梦，就是这样的一个梦。那其实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很特别的事，只是我从小我就是蛮孤僻的一个人，我也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然后自己一个人小朋友，然后就在操场上啊，然后或者在教室旁边啊，然后就找个椅子，然后就倒在那边，然后看着天空这样子，然后就发呆这样，就觉得奇怪。感觉很舒服，我看着天空的时候，好像看到家一样，然后觉得，当我看着天空的时候，好像才是真实的。那我什么上课啊这些事情，好像都不是那么真实。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是有类似的经验。通常从其他星球来到这个地球，就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像这样，我就望着天空，然后想家的那种，有一种这种感觉。从小就是会这样子，那一直到念书啊那些我其实很不爱念书，
我非常不爱念书，但是我非常爱看书，就是我很喜欢看课外读物，我课外读物的阅读的量非常多。就从小就喜欢看一些科学啊、宇宙啊等等这些知识，就不喜欢读学校里面的课课业，然后就一直阅读很多有关宇宙的课外读物。那这样子一个经过其实就很平常，然后一直到我当兵的时候，之前也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特别的事情是，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家，那个家是租的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就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发生，然后电话自己会叮叮叮，然后这样叫啊，然后晚上又有脚步声啊，然后这样就有一些怪事这样，那就忽然有一天我在我妈妈的房间跟她聊天，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影子从外面这样飘过去，我也不以为然啊，反正可能是看错，然后后来我就去睡觉啊，当晚睡觉的时候啊就很奇怪，然后觉得自己意识怎么好像不受控制，然后就觉得怪怪的这样，然后后来就睡，好像睡着这样。那后来我妈妈隔天跟我讲说，她昨天晚上去帮我盖被子的时候啊，然后我就突然坐起来骂她，然后好像用台语骂她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太懂台语那时候，然后就用台语骂她，骂一骂之后，然后就还说坐起来骂她，我原本是躺着。然后就骂一骂之后，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啊，我的精神就产生一种奇怪的事情，就感觉常常会有一种晕眩，然后觉得意识好像没办法控制，没办法自主的那种感觉。那我骑脚踏车出去，然后我想要往左转，结果我的手不听指挥去右转，我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的身体，然后我的意识会有一种奇怪的现象，然后后来就，当时我父亲一个同学，他们家是祖传的那种道士，然后他就看一看，然后说你们家有脏东西这样，然后。后来我妈妈也有一些经历，然后经历到她睡觉的时候，然后感觉什么狂风暴雨啊，什么这些奇怪的现象。那我妈妈那时候是信天主教，然后就去请那个神父拿了一些圣水回来洒，其实后来也没用这样。那后来我父亲的朋友，然后就说我们家有脏东西，然后他就开坛做法，然后把它请走这样。那请走之后，就感觉就没事了我的精神也正常了，然后一切都安好。但是我妈妈还是觉得说不是很安心啊，想说要搬家这样。但是从那一次之后，觉得这个世界好奇怪啊，有一些事是我不了解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那不同的空间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识，然后他的意识又可以侵入我的身体，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奇妙很特别。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些超越这个世界的知识？不然，其实这个世界在我们看到、摸到以外。是有一些我们不理解的，那到底要如何学习呢？那没有方法。那这是我爸爸那个朋友就说，这个小孩很有天赋然后他就把我抓去，然后训练我这样，然后就传授了我一些所谓道家的什么符法什么这些东西。那当时我就很开心我终于开始接触一些不是这个世界的知识，这样有一些
平常接触不到的层面。那但是我后来又觉得说，不对啊，这些学习到的这些技能，它所运用的力量并不是我自己的我必须念一个咒，然后画一张符什么，然后去产生一些作用力。那这些作用力其实并不是我的，而是借助其他的神明所给予的。当他不给予我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那我想说，我自己是不是有属于我自己的能力或者力量，是我不知道的，能开发出来的，或者说我能够更深入我自己，更了解自己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后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都没实现。然后后来就一直到当兵，我就去当兵了。当兵的时候，我是在高雄当兵，大家也看过我分享那个鬼故事。其实我是在那个海军舰艇上面当兵的。海军舰艇大部分是停在左营，那所以我当时就都是在高雄出入，所以我就利用假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跑一些庙一些佛具行然后不是佛具行，就佛教文物的一些店，然后去买一些书来看。当时我就开始接触到佛法，然后就开始对佛法有了基本的认识，然后就觉得佛法讲得很神奇，很棒，觉得非常契合我的需要跟灵魂。我们自己佛经上很多学问就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真正自己并不是这个身体，然后不是我们的想法。那我就开始对这些很有兴趣。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佛教文物的店里面碰到一位藏密的上师，但是他没有公开出来传法，他是其他2位有名上师的同门师兄弟。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公开的传法，但是他已经具备仁波切阿阇黎的这种身份，但是他没有公开的传法。那在那个机缘下巧遇，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许多的佛法，也传了我一些法，然后我就回到部队里面，然后我就开始了我修行的一个道路。那大家或许说觉得密宗好像一个很神秘的，如果不了解密宗，有的会觉得说密宗好像是邪教然后会有什么双修然后什么骗财骗色什么。当然这些新闻是会有的，但是其实密宗是在西藏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它有相当严谨的过程，就是你必须要学习显教的知识，学习10几年的时间，然后熟读所有经论、经律论都要熟读，然后你才能够开始修法。然后刚开始修法的时候，从行部、事部、瑜伽部一直往上修，它都是有一个阶梯一样的过程，不是随随便便，然后学了一个什么方法，然后就拼命修，然后就有成就了。它不是，它是像一个阶梯一样，循序渐进的深入自己。那我在这边，因为我修的就是一开始就是修密宗，那我大概讲一下这个修行的过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也就是密宗它修行的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开始行部、事部，它有很多的仪轨，就是我们要念百字明，念10万遍，
百字明是一个蛮长的咒，我们在影片里面也有念过。这样的一个咒要念10万遍，其实还蛮长时间的。那还有什么大礼拜要10万遍，大供养10万遍，做了很多的一些仪轨仪式，然后让你忙不过来。就是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然后活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在社会上很繁忙，不管你是工作啦，然后或者做生意啦等等，都很繁忙。密宗它的方式就是让你忙到没办法兼顾你外面的事情，就是你光学习这些，每天修炼这些都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再想那么多啊，我要做什么生意，我要干嘛，很少时间能够去做其他的事，就是你整天很多时间要花在这个上面。那一开始它是转移你的注意力，把你的注意力从外面的这些故事现象，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能够降低到很低的程度，然后让你转移注意力，转到所谓的修行上面去。当然，这些方式它不是修行，不是真正的修行，它是一个前行。它是真正修行之前的一个过程，它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真正修行的内容。那这个前行，它会让你非常专注在这些上面。那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实你的念头会很干净。很干净的原因就是你不会去想太多，你每天就是去做这些所谓的前行。那所以你的生活其实会非常简单，就是一直做这些前行。那你的心自然会安顿下来，你就不会想东想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刑部师父在瑜伽部，到瑜伽部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修法。所谓的修法，其实它是一个这种修法。它还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所以密宗整个法门阶梯性的一直上来，它都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它把我们人生原本专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焦点，彻底的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那这个瑜伽部，它到底是要修什么？瑜伽部，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上师会给你一个本尊，这时候这个本尊就是你作为修法的一个依据，然后你要修到你就是那个本尊，那个本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咒语，6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这个咒语就是4倍观音的一个咒语。它在藏历里面是4只手背的观音，这个观音它的咒语。那如果你以这个4倍观音作为你的本尊的话，那你每天就会有一些修法的过程。修法的过程，它会让你去做一些观想。修法它会有3个东西是你要去感觉的，就是一个是身，一个是口，一个是意。身口意，身的话就是打手印，口的话就是念咒，意的话就是观想。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你去跟你的本尊相应。当你去修这个法的内容，它大致上是，比如说你观想一个菩萨，然后靠近你的顶轮，然后它放光，然后进入了你的身体，然后安住在你的心轮等等，然后最后这个菩萨，然后也会化光不见，你的身体啊，然后整个宇宙啊，可能也会融入这个菩萨等等，然后最后也会到一个入定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修法，它会让你感觉到你就是那个菩萨，那个菩萨就是你。之前讲的刑部、事部、瑜伽部，
行部四部它有点像，所谓的佛菩萨，他们是高高在上，然后而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类，那所以我礼拜他们，然后我跟他们学习。这时候我跟佛菩萨的距离是很远的，他是高高在上，然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然后到了瑜伽部的时候，因为你开始观想说，我就是那个菩萨，所以这时候我们跟菩萨的距离就不是那种他在高高在上，然后我在很卑微这样子，就不是这样，而是我跟他们就很靠近，更靠近，不止更靠近，最后还要变成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所以修到一个程度啊，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观世音菩萨。如果你的本尊是观世音菩萨，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如果你的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你就会觉得我就是文殊师利菩萨。那既然你是观音菩萨，你是文殊师利菩萨，你面对外界你的行为、你的言谈举止等等，你就会是观世音菩萨去做这些事。可是像这世界不是有很多大师啊，老师说他是什么菩萨来的，什么弥勒佛啊，什么观音啊，那所以是行部是部瑜伽部，因为我们讲到瑜伽部，这是藏密里面第3个阶段的行部、四部、瑜伽部。瑜伽部是第3个阶段，后面还有一个阶段叫做无上瑜伽部。那所以，如果我觉得，我是观世音菩萨，我是观世音菩萨再来，我是弥勒佛再来，我来度人，这样子，其实在藏密来讲，只是到了本尊相应的一个程度，它就是瑜伽部已经修到有成就的一个现象。这时候你会有很大的能力。这里其实讲到一个秘密，就是这秘密其实没有人讲，意思就是什么？比如说以藏密的这一套系统来修行，会开发出神通。那神通是从何而来的？就是为什么我会有开发出神通？不只是我入定，然后产生一些境界什么，不只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修本尊法的时候，我认为我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那个信念会让你产生你具有菩萨的能力。各位听懂吗？就是你的信念跟观音菩萨是相应的，所以你认为你就是他，所以他的能力就是你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面，信念就是外界，信念就是显化出一切。所以当我使用了整个修行藏密的这个方式，其实跟显化法则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认为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这时候我的信念是这样，我就显化出我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现实。那所以你就具备了观世音菩萨的能力。那他的能力是什么？就是可以帮助许多的人。你有很多能力可以帮助许多人。你可能可以帮别人治疗，你可能帮别人解厄，不管什么能力，你就会有一些能力出现。因为这些能力是当你的信念跟观世音菩萨的愿力是一致的时候，然后你认为你就是他的时候，你就行使了观世音菩萨的这种全能。这个其实这个是这样讲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修行方式啊，其实它就是白魔法。大家讲到白魔法、黑魔法，魔法到底怎么来的？怎么会有魔法啊？到底要怎么学魔法？其实我这样讲，这个刚刚在聊我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把很多秘密已经透露出来。
比如说，我假设，有一个很有能力的神明或者菩萨，或者是一些高维度的存在，那他的能力，我如何能够使用他的能力？我自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我自己的神通或者能力，但是我如何能够使用他的能力？刚刚就是已经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我相信我就是他。那黑魔法是什么？如果我相信我是撒旦，会怎么样？我是不是有可能拥有撒旦的全能？的确是这样，这个是黑魔法。其实白黑只是一念之间，全部是我们信念所创造的。我们心念想要达成什么？当然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接触黑魔法，因为那个会有很大的反效果。因为你明明知道你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会害到很多的人，然后你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是知道，比如说我给予别人痛苦，我给予别人痛苦就证明我有痛苦，我有痛苦才能给别人痛苦啊。这个就是显化法则。那如果有人问说，那我就是不相信轮回啊，搞不好轮回就是也是信念之一啊，我不相信轮回就好了。不相信轮回，不需要轮回啊！你在这一辈子，你就会显化出一些很负面的事情回到你身上，不用轮回，你已经受不了了。就是你如果去害很多的人，而你明知道对方是痛苦的，你就知道你给予了很多痛苦出去，这时候你就代表说，你对宇宙宣告了说，我有非常多的痛苦，我迫不及待要给大家，我有好多痛苦。所以就算不相信业力，业力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这个世界游戏的一个存在状态，它基本上就是由什么内在信念产生什么外在现象所构成的，这个就是显化法则，也就是我们活着每分每秒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它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会遇到台风啊？台风又没事，然后我们又聚在这边能够吃饭，这些怎么显化而来的？全部都是信念。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信念所显化的。大家成功显化台风往南了。对呀、真的是大家把台风显化往南走。我发出一个意念，我希望台风不要来，希望它往南走一点。然后我就在那个 FB 上面有写说，我们大家来显化，让台风往南走。结果它真的就越来越南了，南到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聚在这边吃饭，这些都是大家显化来的。谢谢大家。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就南部就遭殃了？所以我把它显化的，就希望它很难，越难到不要接触台湾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其实影响也不大，对呀、就蛮开心的。刚刚一直讲到，其实讲来讲去很奇怪。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刚才其实在聊的是我修行的过程，然后讲密宗修行的方式。怎么又讲到那个显化法则？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致的，都是相通的。其实没有别的事情。我们影片里面一再聊的就是这些事情，这些所有事情它表面包装起来是一个样子，其实它背后还是那些法则，离不开那些法则。业力到底是什么？离不开显化法则。那我们刚刚讲神通是什么？离不开显化法则。很多东西其实讲到背后，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大家能够把
这些事情融会贯通之后，你生活中其实没有困难，就是你会看到说，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在同样的法则下面运作的，其实它没有别的。除了显化法则，显化法则是在游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法则。那在这个法则之外，就是游戏外。游戏外就是什么？游戏外就是当我们不解释的时候，跳出游戏就感觉到就游戏跳出游戏之外。我们继续讲刚刚的过程。刚刚讲到修本尊法，刚刚也把密宗的修行的一个方式，大致上做了介绍到瑜伽部的部分。因为我接下来就是会说我的一个过程。我当兵的时候碰到这位上师，他就开始教我行部事部的一些方式，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前行的工作。当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常常去那个他都会常常去那个佛教文物店，然后我要找他，就看缘分，就是我去那边如果能够碰到他，我就能够碰到他，我就可以向他求法。如果没碰到他，我就没办法。但是我很幸运的，我一直都显化出，我常常都能遇到他，常常都能跟他求法。那我也并且在一定的时间里面，把这些前行给他做到一个程度。我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有一天我去碰到我的上司的时候，他就说，可以了，你可以开始修本尊法。这时候他传给我第一个本尊法，这个本尊法就是我跟各位说的绿度母。绿度母就是我修的第一个本尊法。那这个本尊法，它是以慈悲为主的。那我修这个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慢慢修，就把我当成是绿度母，绿度母就是我，我就是绿度母。所以，我行住坐卧，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就用绿度母的眼光来看世界。那这时候我不会有傲慢心，我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伟大的修行人，我有什么特殊的能力。相反的，如果你是以菩萨的角度，以绿度母的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的，而且每一个众生都是一样的，而且你觉得你应该去好好的照顾每一个众生，觉得他们目前还活在痛苦里面，你要去让他们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这个就是你修本尊法有相应的时候所产生的现象。你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伟大的菩萨，相反的，你会觉得很想去帮助众生。那在我这个修绿度母的过程里面，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我每天都有很勤快，不是勤快，每天都有很认真的修法。那修法修到半年的时候，我就亲自在梦里面，然后绿度母来给我说法，然后告诉我说，我就是菩萨。那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梦。修密宗很讲究梦，就是在梦里面的迹象都会形成，都会作为一种修行指标的参考。那当我梦到这个梦的时候，我正准备要去跟我的上师说，我梦到了这样的梦，我还没有说，我走进了那个佛教文物的那个店，然后我上师看到我，他说：“来，我今天要传你新的法。”然后我就很开心了，有新的法。然后我说：“为什么今天要传我新的法？”他说：“因为你时间到啦，这个阶段过啦，就要
修下一个法证，果然是上师啊！果然是上师。对啊，真的是上师都没有说什么，他就已经知道了。可能绿度母去跟他托梦的吧。那我就从那个过程之后就开始修大圆满。大圆满到底是什么？大圆满是无上瑜伽部的一个法。无上瑜伽部就是四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就是密宗里面最高的法，就是这个法就是要解脱的。前面的都是一些，连到了瑜伽部，严格讲起来，它只是前行，它不是真正解脱的法。真正解脱的法是无上瑜伽部，也就是大圆满。其实各位在这里说出一个秘密来，大家就会。又是秘密。这个秘密，我们在影片里面常常说不解释，不解释这个3个字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圆满，没有别的。禅宗的禅法跟大圆满是一致的，它是同样的东西。当这个法传到了西藏，它变成大圆满大手印；传到了中国，变成了禅宗。这个就是当初佛陀在传给迦摄尊者的时候的那个法，拈花微笑的法。所以这个法其实没有内容，大圆满、大手印，还有大圆盛会，还有禅宗，全部都是同一件事。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法的法，没有内容的法。这个法就是不解释。我们讲不解释，其实我跟各位聊天的时候，在影片里面，我直接把行部、四部、瑜伽部跳过，直接跟大家讲无上瑜伽密部的最高法门。大家都是非常有福气的存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方法其实不能让你从游戏里面解脱出来。如果真的要从游戏解脱出来，方法是达不到的。为什么？所有的方法都是理论，都是信念，都是作为，都是认知。所有的认知就是把我们绑在故事里面的因素。我们就是被认知绑在故事里面。如果我们用这些认知、信念、方法，然后要去求解脱，其实是解脱不出来的。它只是转换了另外一套故事让你知道而已，你没有办法从那个故事里面解脱出来的。大家在这里相聚，其实有的人是为了显化，能够玩得更愉快；那有的人是为了来听如何解脱。那其实这些东西是一致的。大家不要想说我只要在这个世界好好玩就好，那我学习一些高级技能，然后能够显化，然后能够显化金钱啊，然后这些我就很愉快的活着就没事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生故事一直发展到现在，不管我们几岁，在座的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也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不管你活到几岁，这个人生继续走下去，到底会怎样？到底走到哪里去？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是，就我们都会遇到那个某一天。某一天是什么？某一天，当我一个呼吸上不来，然后不能动了，奇怪，我不能动了，怎么开始晕眩，开始意识有点模糊。那一天大家都会遇到。那在这个之前，我们人生的一切不就是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不管故事舒服、好的、坏的、精彩的，它就像连续剧一样。我相信
大家的连续剧没有那个微漫电影那么精彩。其实我们都活在一个很普通的故事里面，那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故事里面，走了一辈子之后，然后到那天来，两脚一伸，然后又拜拜，然后又不知道到哪一个故事去，又重来，又再来一次，然后又发生了一个故事，然后又过着一个平凡的故事，然后又到某一天，就算你当了天人，当了其他世界的一个存在。能活个2000年呢？投身去卯宿星，能活个2000年又怎么样？活个1000多年又怎么样？时间一过一到，又来了，又挂了。这些故事哦，这样一直循循环环，其实没意思。就是所谓没意思，是我们被故事操纵，我们活在被故事操纵里面，我们很多。没有办法自由，我们被故事牵着走，然后拉到最后牵着走，走到最后又做一个结束，真的没意思。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边？为什么你们要来听墨子说话？其实是你们灵魂深处有一个很深的印记，就是我要离开这种不自由，我要从这种不自由里面解脱出来。所以今天各位才会坐在这边。我们每一个坐在这边的人都不是普通人，来地球没有一个是普通人，来参加这个聚会更没有一个是普通人。你们都是大师中的大师。不是墨子是大师，墨子绝对不是大师，墨子是来，因为你们显化出可以让你们自由解脱的方法，所以今天我只是那个你们所显化出来的一个桥梁，不是墨子有什么特别，墨子完全跟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不同。大家觉得，墨子是不是有神通，有跟大家不一样？其实不是，跟大家一模一样，没有不同。大家想想看，我们有一个意识，我们有一个觉察，观察者的角度。这个观察者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然后我们这个人物，我们有信念，然后我们有身体，然后我们有一些显化出一些让我们自己感受的情境，又回来我们的身上。这些是我的生活，这些也是大家的生活，我们一模一样，我们都是活在同一个架构上，同样的一个生存方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分每秒在显化他自己的情境。墨子也是每一分每秒在显化他自己的情境，我们完全一样，我们丝毫都没有不同。所以，各位才是各位自己生命的主宰。离题太远，把它拉回来。虽然这些离题的东西是超级棒的。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带回来。当时我开始修大圆满，我就觉得奇怪，之前学了很多东西，修很多东西，今天突然跟我说什么都不要修了，什么都不要学，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去认知，什么都不要去有信念，我就觉得奇怪啊，这样子不是很怪吗？这样我用什么去依循才能解脱？解脱不是要有一条道路吗？我走上解脱的道路，我修了解脱的方法，然后开始修，然后一直走，达到了一个目标，然后达成了。但是不是接触到大圆满之后说，根本没有，就没有生命，没有生活，没有存在，没有方法。没有所谓解脱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解脱这件事，因为本来就解脱的，不是我们被什么绑住。我们被什么绑住，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只是一个信念而已，根本就没有东西把我们绑住。所以，原来是这样子。从那一刻开始，我修大圆满，而人生有很大的改变，就是我开始明白说，一切现象真的是幻象。所以大家想说，到底要怎么解脱？要从哪里开始做？然后从哪里开始修？其实哪里都不用修，哪里都不用做。有一个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第一，你要把生命所见到的所有现象当成是幻象，当成是梦，当成是游戏。我们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其他的信念都不需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这一个信念。我们需要的信念是把眼前一切看成是幻象。各位如果要想说那我没有要解脱，我没有要开悟，我也没有要跳出游戏，我只是希望在游戏里面玩得愉快。我告诉各位，刚刚这个观念跟这个是完全符合。你要在生活里面如鱼得水的游戏，你必须先把生活所看到的一切当成是幻象，当成是梦，当成是游戏，你才能真正的活得愉快，能真正的自由的操控你的这个梦境。所以这两个不是分开的，你要显化生命如鱼得水的开展，或者你要跳出游戏，你都要去建立起一个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梦，只是幻象，只是游戏这样的决定。那有人问说，那该怎么做啊？好难哦，就遇到好多事情，就很快就陷入那个无明什么的。遇到很多事情就会陷入无明，这是免不了的。但是，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起这个如幻的这个决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陷入所有的这些无明、这些事情当中？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事情是重要的，是真的。所以我们才会被它绑住。当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幻象的时候，我们本来就不会被那些事情所绑住。如何做，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呢？其实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做，没有东西需要去做，我们就把眼前当成是假的，就这样而已，没有要做什么。各位，现在我们在这里吃饭，很难想象说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梦。你们真的在做梦？梦里好多人。我梦到对着1000多人讲话，好奇怪，这个梦很怪。然后大家梦到参加一个满这么多桌的一个聚会。然后台上居然有人提醒说：“你在做梦哦。”如果有清明梦的朋友啊，你一定会知道说，做清明梦的契机就是你在梦里面开始怀疑你在做梦。真的。那么现在，如果真的是一个梦，那你从此刻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在做梦。这是一切是不是虚假的？那这个就是你通往清明梦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在清明梦里面，在梦里面你要主宰你的梦境，你一定要做清明梦，你一定要知道你在梦境里面是在做梦。这时候你就说反正我在做梦，我要一把火，结果真的有火出来，有火好奇怪。你清明梦开展，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知道自己在做梦，先怀疑自己在做梦，所以要跳出游戏，这个步骤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先建立起，现在就是一个如幻的梦境，现在就是一场游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一切只是我用信念反射出来幻化的一个显象。建立起这个信念，把这个信念牢牢建设出来，这就是我们要跳出游戏，或者要在游戏里面玩得很愉快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之前有不止一位观众，然后在聊说那个我、小我、高我跟超我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要小我去融入高我，高我去融入超我，然后才能达到回家或者达到开悟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根本是可以反过来操作的。就是我们直接知道，我们现在就是一场梦境，我们直接站在超我的角度去看待小我跟高我，你就可以掌控一切。这个就是反向的一个过程。有人就问说，如何连接高我啊？我都连接不到啊。连接高我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我们用小我去连接高我，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如果大家都用我们所讲的，我们不解释，我们直接站在观察者的角度，然后去看待高我，这时候你跟高我连接，就不是那种小我跟高我连接的状态，它是一种直接你看到高我去如何开展，你这时候的连接。它是凌驾在高我之上。高我如果是一个神圣的目的，我们运作一切，然后高我会显化一切出来，然后让你回归到神圣的目的。所谓神圣目的，就是跟宇宙合为一，到时候还是回到这个合一回家的这个状态。那它会有高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它显化很多东西，显化很多课题。让我们去遇到，让我们去接触，然后为的就是我们从课题上面能够解脱出来，然后最后又回到了意识的源头。这个是高我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就从最高的角度，从超我的角度去看高我，那你直接就可以凌驾在高我之上。你跟高我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一种需要去被高我去控制，或者不是被高我来显化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而我们的小我是无能为力的，不是在这种状态。超我其实它没有一个，它是一个超越的东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好了，比如说我的头脑一直念它一直叫我向东向西这样，那这个是小我的一个作用。那当这个小我作用在发生的时候，谁看到这个？超我在看着这一切，也就是我的觉察在看着我的小我在运作。那么如果我的立足点不是站在小我把立足点退到那个观察、那个觉察，这时候小我跟高我其实是可以被你操控，可以被你一同协同运作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到小我说他要向东，其实你看到了就结束了，你不一定要向东。这个作用就是超我的作用。我看到我的小我在运作，我不一定要照他的意思，但是反过来说，我也可以照他的意思。谁决定？真正的你站在制高点，可以去决定这件事，而不是说一定得怎么样，一定不能怎样。高我它在显化，高我就有点像是
我们按照我们的信念去显化我们生命所有的现象，然后这些现象回归到我身上。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这个像镜子一样的功能，投射、投影机一样的功能，这个其实就是高我的功能。高我去把一切投影出来，然后又回到自己身上。但是当我看到一个情境的时候，我就会去解释它。我看到了什么？当我解释它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掉入某一种故事的循环。然后高我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些故事不断的循环里面又解脱出来。高我是一个很奇妙的设计，它去设计把我们从故事里面解脱出来。它制造一些现象来让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不是需要学什么成功啊什么，不是，它是反而是从一个现象里面让我们不断的经历之后，再从这个现象里面解脱出来，这是高我的一个运作方式。那所以其实回到刚刚讲的，墨子在修行的一个过程中，然后修到无上密部，在修大圆满的时候，其实发现生命真的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做，没有什么需要去知道，没有什么需要去想的，这一切都是故事。我在修行的过程，得到最大的帮助就是不解释这3个字，所以我很开心的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很开心的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让我体会最深的一个3个字。那我在进行，也不是进行，我在不解释的时候，我当初是怎么不解释的？现在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当兵的时候学习到这些法，然后我一直到当兵之后，其实我都没有因为不解释，然后就开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我还是掉进了社会的架构里面，我从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做起，然后我就开始奋斗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些过程中，我并没有把这个不解释给它丢掉，我就在不需要解释的时候，我不解释。我不是在每分每秒的人生故事里面不解释，就是当我在坐车，当我在散步，当我在走路，当我不需要解释的时候，那自然就不需要去解释。这只是一种习惯。当你习惯了，你很多时候都不去解释，这有点奇怪啊。就是你可能看到一个人，然后3不5时，然后就呆滞地望着天空。可能会看到墨子的时候，看到以前墨子是这种现象，就是没事干，然后中午吃完饭在公司，然后坐在那边就这样，呆滞的眼神。但是往往这些时刻是最丰盛、最奇妙的，就是这些时刻让我们奇怪，我居然可以从人生故事里面暂时停下来，好奇怪，真的是非常美妙。人生故事这样不断开展，我一直很喜欢讲题外话，因为我觉得题外话好好玩，所以我会一直讲，然后就一直跳到题外话。我现在要讲的题外话，就是等待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等待。我早上上班，然后我就等中午吃饭，等
哎，终于吃饭了，好开心哦，休息了，然后我就去吃饭，然后好不容易吃完饭，然后休息一下，发个呆，哎，又上班了，然后又上班，然后又等下班，哇，哪时候才下班？好久哦，然后下班好不容易下班了，哇，等公车，公车来了，等回家，等公车开到那个我要的站，然后下车，然后回家就等，8点怎么还没到啊？那个连续剧还没来，又等，就每天在那边等，然后等着吃饭，然后等睡觉，然后睡觉就睡着了，要等起床，就每天就在这些等待的过程当中度过。那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一个好奇怪的事，到底在等什么？结果等到最后，搞不好就是等死这样。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做什么？每天早上从晚上到晚上都在等，然后一天就等第二天，然后1个月就等那个5号发薪这样。好不容易等到哇领钱了，可以花钱了，好棒，又在等。所以我们的生命很奇怪就是在不断的等待当中度过，然后等到最后那一天来的时候，居然是那个两脚一伸，等到的是那个东西，这样，就一辈子到底在等什么呢？就不明白。所以我讲这个的原因是，我们能从生活中的故事里面跳出来的那些时间是多么珍贵，就是我某些当下我能够不解释，我能够从这些等待、这些运作里面暂时离开的时候，我会发现人生没事我存在着好愉快、好棒、好圆满，一切都圆满，一切都没有任何的不好、瑕疵、不圆满。原来一切的不圆满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总觉得生活里面有好多不圆满，奇怪，当我不解释的时候，没有啥事也无这种啥事也无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愉快。就在我这些啥事也无，因为我的工作，我在社会上打拼等等，我没有忘记这个不解释，所以我还持续的那个不解释的宁静，持续的在增长。就这样，其实整个过程就这样，到了某一天，有一天呢，我就觉得不是有一天，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样子继续下去，到底在干嘛呢？没有意义。我就把工作什么辞掉然后就租了一个房子，找了一个房间躲起来，然后就带了几本书，然后就躲在里面。这有点那个在菩提树下那种意味，人生就算了，不理他了，就我必须求个明白。我就躲起来，想要求个明白，就在那里躲了大概1个多月的时候，在某一天，我正在打坐，其实已经做完了，做完之后就没有事情，我就以不解释的感觉、不解释的状态，在打坐完的时候。再坐在那里，就发呆。结果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墙壁上面的挂钟，不知道是哪一个坏蛋高龄还是菩萨还是什么，就把它弄掉了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砰就掉下来。我正在发呆那就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啪，吓一大跳，哇，魂飞魄散。就原本就已经不解释，然后
只有一点薄薄的认知，也不知道在干嘛，也不知道是怎样，就剩下那个一点点就剩下那个觉察很清楚，但是却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认知。这一声巨响掉了，所有的认知、想法、信念在那一刹那掉了，真的是掉了。我自己是谁我不知道，我没有自己，没有世界，什么都没有，在那一刹那掉了，我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掉到一个完全空无的一个地方，没有了。这时候你说，那到底那时候是怎么样？那时候很奇怪，那时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圆满，从来没有这么圆满过。我在人生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是100%圆满的。我的薪水啊，我的什么啊，我的长相啊，圆不圆满啊？圆啊，所以我其实在人生所有的故事里面，没有一件事我觉得是彻底圆满的，就是很自然，每一个人都活在这种状态里面。但是在那个一切都掉的一刹那，居然是彻底的圆满，而不是我彻底的圆满。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剩下来的那个东西，剩下来的居然就是彻底的圆满，没了。那所以，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就是那一个彻底的圆满。我们的人生故事里面，其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现象能够彻底的圆满。那我们都在追求那个彻底圆满，到底要怎么圆满？其实那个圆满原来根本就不在故事里，所以根本就追不到。所以为什么你追到几百亿，你还想再赚？为什么？因为你得到的不是彻底的圆满，你只是一时的开心而已。你得到了一笔钱，你做到了一笔生意，或者你不管任何的事情，都是短暂的开心。那个彻底的圆满，原来根本就不在故事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玩这些游戏，说要玩的愉快，那个愉快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追求怎么样才是愉快？我们如果不是以什么佛教啊、什么开悟啊、什么这些角度去看这些事情，那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显化一切，我们要活得愉快。那活得愉快、活得圆满、觉得开心，那个开心到底在哪里？或许根本就不太需要去追求，它原来就在我们原本就是。从那个时候很怪，就是处在彻底的圆满里，其实不是墨子处在彻底圆满里，是墨子不见。所以你说墨子有没有开悟？墨子怎么可能开悟？因为开悟根本不关墨子的事情嘛，不是墨子开悟，真的没有所谓的个人性的开悟。墨子不可能开悟，大家也不可能开悟，而是大家本来就是那个彻底的圆满，你不知道。那现在如果有方式，你去体会到你原本就是那个彻底的圆满，只是这样子，不是有谁能够开悟，没有那个谁开悟。所以我不会说，也不喜欢说墨子其实有开悟经验，其实根本不干墨子的事，完全不干墨子的事。正好是墨子不在，正好是没有墨子，正好是没有世界。然后那个圆满，它本来就是在那里。这个就是我走的一个过程。
我还在这里啊。如果我不在这里，那各位为什么在这里？这个接下来可以讲一下，就是在那个过程之后，处在一种不是我处在那个状态，就是彻底的圆满存在在那里，存在了一段的时间之后，然后这个小我又回来了，世界又回来了，对世界的认知又回来了。这时候原来这些东西我还是可以使用它，就是我可以使用墨子啊，墨子原来墨子还在啊，我可以用它，可以用它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那所以就可以把它拿来用。这时候我发现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信念其实还是在的，不是经过了这个过程之后，然后就一切就没了，不是这样子，就回家了，没有这样子。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是，以前我是用墨子的身份，用这个身体，用这个自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经过了那个事情之后，我重新认识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我跟世界并没有分开。这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跟世界是分开的，然后世界是世界，我们是我们，然后我们在经历世界给我们的情境，我们一直都觉得是这样子，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跟世界并没有分开。各位想想看，我们常常谈显化啊，觉得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生命啊、生活啊、情境啊，你如何去控制它？如果它是在外面，你根本就摸不到的地方，你如何去控制一个你摸不到的东西？但是今天换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体会到你跟万物就是一体，然后是合一的，你就是外面的整个情境，这代表什么？你就是你整个梦境。你发现你在做梦了嘛？你醒了，但是你又调回梦境，这时候你是用一种清明梦的角度在看着梦境，你知道整个梦境就是你自己。所以你们各位现在看眼前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你们自己，而不是别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显化出来的。那当外境就是你所显化的，就是你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就像你的手一样这么单纯。你要改变外在，你要改变你的身体，你手是不是可以动啊？那你要改变外在，外在要如何改变？如果它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就可以轻松的像动你的手指头一样去改变任何的事物。这个就是所谓的神通。这个不是普通的眼通、耳通这些是漏尽通。漏尽通到底是什么？大家想说啊，佛教名词听过啊，这是最棒的神通。最棒的神通漏尽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就是你发现整个世界跟你是完全一体的，他们就是你，你就是他们，你跟世界是没有分离的。这时候世界所有的一切，其实你都可以去改变它、控制它。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合一达到的现象。在一个合一的状态里面，我们其实在做什么？当我从那个圆满又产生了，又发现了小我还在，然后信念还在，但是这时候我就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我就会在一种观察者的角度，24小时的去看着这些一切的发生，我就会很自然的在观察者的角度看着一切的流过，
看着一切的发生。这时候我不需要刻意去不解释，以前是我刻意去不解释，但是当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解释，你就对一切现象你是可以不去解释的，不解释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常态，而不是解释。以前在经历这个之前，不解释是一个少数的状态，解释是一个常态。经历过之后变成不解释才是常态，解释变成是一个不是常态的事情。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念，看到现象，然后也看到我们的信念升起来，然后这个信念又不见了，没有了那个解释，就一直消化信念，信念一直起来被我消化，一直起来被我消化，一直起来被我消化。这个就是开悟之后会面对的一个事情。但是刚开始不要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刚开始你会经历一个经历一些很大的状态，就是我看着我的信念升起来灭掉，轻轻松松不解释。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信念开始不断的。以前我们这一个信念一个信念冒出来，然后当你经历过这个之后，它就会好像反扑一样，一次出来几百个信念涌过来这样子，你就会被那个信念很可能就会被信念吞没。之前是被不解释的大海吞没，然后反过来你遇到这些翻转出来的时候，你搞不好就又被那个信念吞没。如果你被信念吞没，然后而失去了观察的状态，你可能就是变成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所以会经历这样的一些过程。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有很多辈子，比如说我们经历了2000辈子，2000辈子我们经历了所有事情，都会产生信念，然后这些信念又把它存回去我们的阿卡西记录，那到底存了多少信念呢？可能以一颗芝麻来形容一个信念，摆满这个场地可能都摆不满。我们累世以来那么多信念，到底有多少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讲回家到底是怎么回家，我们就是消化这些信念，把它消化掉之后，就可以完全不受信念的控制。这时候要关机回家，或者说继续留在游戏里面，以一个八地菩萨或十地菩萨的状态去帮助人，这个就看个人。你随时可以关机回家，也可以继续帮助别人，但是这必须在你的信念消化到某一个程度才能达成。所以经历过这些之后，我们重要的反而不是那个不解释，而是保认，就是保持着那个不解释的状态，又任运。任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控制它，我们放轻松的随便它，让它一切自己开展。我们既不解释，我们也不控制，保持在这个状态里面。虽然说经历了这个之后，不解释是我们的常态，但是信念会像雪花般掩盖而来。你如果没有去保持这个不解释的状态，你还是会被它吞掉。当你消化信念消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所谓的神通什么东西就会一直跑出来，就是因为你不会就没有了一个框架，你不被框架绑住，
那你就解放出来了。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清明梦，也就是清明梦里面，我们想什么都可以达成，只要你相信它。但是我们会被我们的自己的信念绑住，所以没办法彻底的去相信一件事情。所以你相不相信你会飞呢？没办法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被卡在我们的信念里面绑住。我们认为人就不会飞啊，又没有翅膀。人地有地心引力，我们不会飞。不是还有集体意识吗？集体意识也是一个部分。当你可以不解释的时候，集体意识你还是看到信念起、信念落，你还是把它消化掉。集体意识，这个讲到我们人的意识，2点半的，我们必须，我们聊我的一个经历过程，聊到这边其实也聊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还有一些重要的流程要把它完成。先来跟各位讲一个咒语好了，因为大家常常会有一些遇到一些干扰啊，遇到一些负面的攻击啊，遇到一些什么能量的影响啊等等这些状态，那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很轻易的去解决，然后去让负面的存有离开啊，或者负面的能量干扰消失啊等等？现在直接跟大家讲一个咒语，叫做大白伞盖佛母金甲咒。这个大白伞盖佛母，这个佛母是在密宗里面拿着一把伞的一个佛母，那把伞就是用来抵挡任何的攻击，它会反射回去，不管是任何东西啊，降头也好，邪术也好，符咒也好，然后邪灵也好，甚至恶魔也好，任何东西对你要产生干扰或者攻击，这个都可以反射回去，所以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咒语。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咒语怎么念。这个咒语就是叫做吽妈妈吽内梭哈，吽妈妈吽内梭哈，吽妈妈吽内梭哈。这个咒语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好用，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当我们念咒是这样子，你越念咒力会越强。这是我一开始学到这个咒的时候，我念很有效，但是你那个能力越来越大，就是你越念它，越念的越多，它的力量就会越强。也不用想说啊，一开始我学到它能力很小，其实不是，它一开始就能够为你抵挡所有的这些不好的能量的攻击。但是你希望它更进一步对你有更好的作用，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大白伞盖佛母它的作用，这个咒的作用。这个咒是我经历这么多灵性的过程以来最好用的一个咒语之一，就是它针对这些不好的能量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能够保护大家，能够让大家不受影响。就大家想说啊，我练气功啊，我练什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会不会有什么邪灵来怎么样啊？其实这个咒语哦，就是可以保护你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你在做任何的静坐之前，你把它念一念，你就会得到很平安安稳。甚至你睡觉前，你也可以念一念，你的睡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或者你感觉不舒服，需要去解决目前这个负面的能量状态，你就可以去念。简短的把这个跟大家说。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大家收到的小礼物可以把它拿出来。对哦，还有小礼物，我差点忘了。大家把这个小礼物把它拿出来。好，大家都把这个小礼物拿出来了。现在各位就把它撕开，直接贴在你第3眼的地方。直接把这一小片蓝蓝的贴片，把它贴在你的第3眼的地方，贴准确一点。这个小礼物就是用来开启松果体最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一直想说啊，要如何开启松果体啊？要不要去参加30万的课程啊？这个东西就是来帮助大家开启第3眼。这个东西对松果体有很直接的作用，大家贴上去之后，应该马上会有一些感觉。这个东西。它除了有高频的能量之外，它也有远红外线，它有一些特别的作用。它的材质有很复合性的材质去制作出来，这是模仿其他不同世界的一些材质去制作的，用这个世界现有的材质去模拟其他不同世界的材质。去做出来，它能够直接去对应松果体，它能够把松果体钙化的情况解开，它的能量直接就对应松果体。大家都贴好了，现在我要播放复合式的音频，这2种音频以后我也会用更好的方式去制作给大家。那今天这个方式，我就把2个不同的音频给它复合式，然后去对松果体产生作用，然后并且我会做一个引导。我现在就开始播放这个音频。现在我会引导宇宙的能量来帮大家开启松果体。大家请闭着眼睛感受就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松果体上面。从眉心进去，往头里面进去，从顶轮头的中央，然后画一条线往下走，然后2个交叉的那个点在头里面，去感觉头里面现在有感觉的那个地方。这个音频配合这个贴片，一定会有一个，你在头里面会有一个感觉，感觉那个能量在你的松果体的位置，现在去震荡它。
常强烈的深蓝色的光芒射向你的顶轮，经由你的顶轮贯穿到你的松果体。深蓝色的光芒，蓝靛色的光芒，从你的顶轮进入，贯穿你的顶轮，射到你的松果体。你的松果体现在发出非常明亮的光芒，蓝靛色的光芒。你的松果体所有的钙化都会被净化、打开。如果有人头晕、想吐，可以先暂停。但是如果能受得了、承受得了的话，就继续。它不会对你有任何的伤害。如果你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可以继续进行，不要理它。宇宙的深蓝色、蓝靛色的光芒继续穿透你的顶轮，来到你的松果体。你的松果体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再放出蓝靛色的光芒，所有的钙化都消失，你的松果体一直不断的打开。
缓地回过神来，慢慢地回过神来。现在一定有很多的朋友，生活里还有着很强烈的感觉，不想回到，不想打开眼睛。这个贴片，它就是专门用来震荡你的松果体。音频要如何使用？回去我们会放在影片上面，然后让大家感觉。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贴片它的能量直接会贯穿到松果体里面，然后会打开你的松果体。这个效果比你使用喝子啊、姜黄啊那些都还快速非常的多。打开松果体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开阔的心，不然你的高我它不会让你松果体打开。即使你使用这些工具，它还是会把它封闭起来。我们使用这些工具要配合我们开阔的心，才能把松果体打开。松果体打开不是说要求什么第三眼神通什么，松果体是一个连接其他不同维度或者我们生命更开阔现象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灵性的修持是需要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如果把松果体打开，会有很多更进一步的体会。这个贴片，大家回去玩它，它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不是只能贴松果体，虽然它的频率是被调教成用来震荡松果体，但是它所发送出来的远红外线以及它的能量，直接可以穿透我们的皮肤，进入我们的人体。它有什么用处呢？你如果不舒服，哪里酸痛，然后哪里不舒服，你就直接把它贴在那个痛的地方，一下子你就会不痛。这是一个止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有开车的朋友啊，如果你把这一片贴在你钥匙上面，然后再插进那个车子里面打开，就把它贴在钥匙上，你会发现你的车子的马力好像增加了好几十匹出来。这个是真的。啊，如果那种触控式的用按的那种发动的方式，你就把它贴在那个按的地方上，你可以去测试看看，你会发现，奇怪，这是我的车吗？刚开始贴的时候啊，会有一点感觉，然后你贴一段时间的时候，它的能量会从电路传到整个车子的电路的时候，它就会更明显。所以贴个1天之后啊，感觉就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它有很不同的作用，尤其是对第三眼，大家其实就可以把它贴着睡觉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个重点是，它会能量疲乏。所谓能量疲乏，不是说它能量没有了，而是你习惯了那个能量之后，对你的作用会稍微减少。所以建议各位是
你可以花1天时间常常在使用它，然后1天或者1天半之后，你就把它先拿下来，隔24个小时，然后你再去用它，这样子会效果特别明显，就是要有一点间隔这样子。它也不需要去净化啊，什么晒太阳，什么都不用。你只要有一点间隔时间再去使用它，效果就会非常明显。今天场地我们只能到3点，现在已经2点52分，所以原本有想带大家气的引导，但是带了这个松果体的引导，来不及带那个气的引导。气的引导，我们会在影片里面会有更进阶的下一次的引导。好想看大家转好想看大家转，要不要来晃一下？我们来稍微动一下，稍微来动一下，大家不要靠着椅背，或者站起来都可以。好，现在开始做一个引导。好，现在宇宙的能量充满着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开始活动一下，请让身体左右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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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体如果开始晃，是不是左右晃都不重要，你就让它晃，它转圆圈你就让它转，晃就晃。请让身体左右晃，请让身体左右晃，请让身体左右晃，请晃动大一点，请让身体左右晃，请让身体左右晃，请晃动大一点，请让身体左右晃，请让身体左右晃，请让身体左右晃，请晃动大一点。请让身体左右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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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晃动大一点，请让身体左右晃，请让身体前后晃，请让身体前后晃，请让身体前后晃。请让身体前后晃，请晃动大一点，请让身体前后晃，请让身体前后晃，请让身体前后晃，请让身体转圆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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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让身体转圆圈，请让身体转圆圈。请将身体转圆圈。现在宇宙的能量从你的顶轮进入你的眉心轮，进入你的喉轮，进入你的心轮，进入你的太阳轮，进入你的脐轮，进入你的海底轮。整个能量贯通了你的身体，
2、1，这个能量散遍你的全身。3、2、1，散。大家请坐。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在外面上了很多课，灵性的课程，或者参加很多道场的修行，什么各种不同的学习，经历了很多过程，但是都会发现，其实这些过程都没有办法让你带来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开第3眼啊，或者梅尔卡巴，或者各种不同的课程，做的时候有点感觉，做完人生并没有什么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不管做什么，我们还是卡在我们的故事里面，跳不出来。这些过程需要去转化，而不是学习。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多学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进步，我们就更灵性。其实不是，整个生命我们被卡在故事里面太久了，我们需要的是转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不解释去转化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不解释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不解释的这个空里面会有一个引力把我们自己带进去。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东西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这个可以让我们变成清明梦。所以重点是转化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去学什么。不管我们学什么，都只是一种体会，体会过后就没有感觉了。一段时间之后，奇怪，好像又没有什么进步，或者就卡在某一个阶段，然后就过不去。其实我们生命需要的是转化，不是学习。墨者也想说，要如何陪伴大家继续的来转化？有没有更直接的方式？因为我们说的已经很多了，大家其实该接收的讯息也接收了很多。虽然在接下来我们的影片还是会有很多讯息的分享，但是重点是大家接受了这些讯息之后，如何更有效的去转化自己的生命，更如何趋向于不解释，如何趋向于空，能够跳脱游戏，这个是最好的。我会想一个更好的方式来陪伴大家，转化大家的生命。今天很开心，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我们能够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聚会，然后能够在这么美好的能量里面度过这样的一个下午。今天其实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点，这个点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是没有什么很重要，感觉上没有什么很重要，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跳跃的一个点。如果你能把握住这个点，你会跳跃到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次。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前来这里，感谢你们，谢谢。大家有很多问题也来不及回答，我会抽空把大家有列的问题，我详细的在网络上面、YouTube 上面把今天之前大家有问的问题，每一个我都会
找个时间全部把它详细的回答各位。谢谢大家。大家记得带你们身边的物品，记得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带走了。拜拜。谢谢。